他去简格林12岁那一年，一家人搬到大巴林顿小镇居住。他的父亲在小镇上经营小型药房，一家人把生活过得简单而富足。这个小镇规模不大，人口也不多，小到隔壁邻居生活习惯改变，你都可能会知道。但是像这样的小镇，为什么看到不明物体，事件却能深埋在心底长达50年时间拨回1969年9月1号的黄昏，34岁的简格林和闺蜜正开着车，从斯托克布里奇小镇开往回家的路上。巨大的光晕看不见前方的尽头，在眼睛慢慢的适应光亮之后，简格里的心脏突然开始加速跳动，因为他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事故现场，而是一种自己认知里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。它的高度大概有30米，宽度至少70-80米，充满金属感的表面散发着一种异样的光辉。而最让简格林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于，如此巨大的东西竟然完全违背了过去所认知的物理事实，既没有晃动也没有声音，就这样凭空的漂浮在天上。大约过了10几秒，金属体突然毫无预警的升空，在天上打了几个转折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因为受到极大的惊吓，简格林听从丈夫的建议，找到了当地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汤姆杰。简格林慌张地跟他叙述了自己所看到的东西。This was no swamp gas time, and I explained it. A few hours later, he was inundated with calls from other people. 的确，送走简格林之后，电台电话再次响起。电话那端是一名男性，他讲述的经历跟简格林有点类似。汤姆杰还没有从惊讶中回过神来，接下来的几分钟内，关于不明飞行物体的目击电话开始接二连三的响起。从尼诺市到大巴连顿小镇，到处都出现了不明飞行物的目击。但更让人感到惊恐的是，这件事有很多人在电话里提到，家里的孩子不见了。9月1号傍晚，12岁的梅兰妮和子子跟住父母，开车到大巴林顿附近的曼斯菲尔德湖玩。刚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前方突然多出了一道刺眼的亮光。2个女孩感到有点害怕，惊慌地问爸妈那是什么东西。I get goosebumps thinking about it. And he looked up and he said, "Holy shit." And my mother is like, "Oh, Joey."